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10月26号至28号访问美国。这是对布林肯今年6月访华的回访，也是2016年2月以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美。当地时间10月27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王毅。王毅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拜登总统的问候，表示此次访问的目的就是同美方沟通，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重返巴厘岛基础上，面向旧金山，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拜登向习近平主席致以问候，阐述了重视对华关系的立场，表示美方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此外，在访问期间，王毅还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2轮会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进行了战略沟通。有媒体关注到，这些互动坦诚而深入，会谈内容涉及军事关系、台海、南海等敏感议题。此访期间，中美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就共同关心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建设性、实质性战略沟通，共同发出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王毅此次访美先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2轮会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进行了战略沟通。美国总统拜登呢，也在白宫见了他。王先生如何看待美方的接待规格？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美方对于王毅外长的这个接待规格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这个拜登政府外交团队的一个全明星的阵容那么这个就表明呢，美方非常重视中美关系，而且就现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看，美方这个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这样一个愿望呢，也是非常强烈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美方对王毅外长的高规格的接待，也反映出了一种外交的对等。这个之前布林肯国务卿在访华的时候，我们看到习主席也这个亲自接见了他，包括他跟王毅主任呢也进行过非常长时间深入的这个沟通。而且我们注意到白宫的这个简报当中呢，他用了这么几个词，叫做坦诚、建设性、深入的对话。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表态呢，就表明这一次会谈其实是取得了一些共识和值得关注的成果的。吕先生如何看待王毅同拜登的讲话？我也注意到，中方也表示要重返巴厘岛，在重返巴厘岛的基础上面向这个旧金山。同时呢，为了达成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美双方也承诺要共同努力。那这个话的意思听起来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事情要商量。首先呢，应该说是要总结一下，今年以来双方在这个止跌企稳方面所做的努力6月份起，这个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和一系列的高官到华访问，是吧？最新还有加州的州长到华访问，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总结。第二，就是要给中美关系争取上一个台阶。普遍国际社会来讲，现在都是在期待两国元首11月在旧金山的会面。那么首先要有气氛的改善。那么这次我们从外电报道看，王毅外长跟布林肯和萨利文会谈时间加起来超过9小时跟拜登的会面也超过1小时那就是10多个小时的这个会面。应该说目前看还是向着好的方面走。我们可以期待11月份双方的元首有一个会面，然后对双边僵持了3年的这样一个双边关系给他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冻的机会。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说反过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如果中美元首要会晤的话，旧金山要会晤的话，现在还面临哪些障碍？这些障碍能否得到克服？首先是美国政府从上届政府到现在一直在执行的这个贸易战政策，还有对华的技术出口的限制。其实这些措施限制的是好像是中国企业的利益，但实际上对美国企业的伤害同样是巨大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美国政府能不能做出一些改正？当然，中方会对他提出要求。我觉得美国国内的商界和一些地方领导人对他的联邦政府也同样有要求。
另外的领域就是在安全领域，我们看到美国还在不断的从南海到台海到东海，是吧？对中国实施一些军事上的抵近侦察，这个对于我们的防卫设施它是存在一个安全威胁这方面中方肯定是无保留的要求它改正。中美关系涉及的面又比较的广，不仅涉及到经济双边的议题，也涉及到区域全球层面的不同的议题。议题的广，这就意味着双方需要谈论的要更加细致一些，而谈论的更为深入，这就意味着在相关议题的处理中，双方尽可能的要找到彼此之间能够稳定与合作的这种空间。双方的这种沟通和交流需要持续的进行下去，而且呢，要尽可能的深入和富有成效。王毅到了美国之后呢，在和布林肯会谈之前，在和媒体记者简短会面的时候，就表示中美关系中总会出现一些杂音，中方对此淡然处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传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王先生，我想，首先这句话传达出来，我们这个中方看待中美关系跟美方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我们有自己的战略定力，我们是以一种战略的，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以及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那么希望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但是我们确实也注意到，这个在中美关系当中的杂音主要是来源于美方，更多的是由于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扰。所以我想。这个王毅外长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也是在提醒美方，就是不要让他的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形成绑架，尤其是注意到这个明年美国要进行大选，就是希望美方也能够像中国一样，能够以一个战略性的视角，还有这个长期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作为全球最大的2个经济体和最重要的2个国家他们的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针对中美高层互动称，美现在和中方会谈最紧迫的焦点，恐怕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以及防止地区冲突外溢。美联社认为，中东和欧洲正在发生2场可能改变世界的冲突，美国希望与中国至少找到一些共同点。但就在上周，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呼吁巴以休战的相关决议草案投票中，美国和以色列依然投下了反对票。即便是五眼联盟中的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没有跟着美国支持以色列，而是投下了弃权票。最终草案以120票赞成、14票反对、45票弃权获得通过。王毅访美当然主要和美方谈中美关系，但是双方对于目前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肯定也谈到了。我们并不愿意看到世界动荡不安，但是客观而言，世界动荡不安是否也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吕先生怎么看？我们目前看到的，美国实际上面临的更大的，比中国要大得多的挑战。首先，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的实力，在它的消耗力在面临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么，在目前的中东这个危机上，美国，我说这个美国的良心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会希望中国能参与到解决这些冲突的进程中去。拜登政府的整体的对巴以冲突的实际的政策，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冲突不能够外溢，但客观的现实是，冲突很可能会升级，而外溢的概率也不能够被排除。即使在联合国相关决议的投票中，美方的所作所为也是站在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对立面的。这种情况下，美方想起了与中方合作。当然，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表达，我们说还是积极的。但是合作的具体的过程如何达到使得美方和中方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受益，以及使得冲突真正的化解掉或者是缓解起来，这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王毅访美的同时呢，美国加州州长纽森也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访华。吕先生如何观察和评价纽森访华的意义？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州长
从一个州长的表现，我们更能看到中美关系在合作上的潜力，以及合作上能带来的利益。现在我们看到纽森州长，来访，他是持续了加州与中国这样一个跨太平洋关系的一个典范模式的一个延续，代表了美国国内实际上内生的这种利益，它就使得它必然的跟中国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上一届政府和现政府经常发出的那种噪音啊，那种噪音是不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的。现在纽森啊，在民主党内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普遍的认为，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他在民主党内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表现。从政党层面啊，他会比较积极的带动民主党内涉华议题讨论的氛围。州长的这样的一次中国行取得的成功，会带动美国其他州对华的热情，也会促使接下来很可能有更多美国的这些州长选择来华访问，搭建起来美国州跟中国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地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今年6月以来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先后会见了比尔·盖茨、基辛格等美国各界人士，还接连复信美国友人，亲自推动中美各界交往和地方合作。习主席呢，在多个场合提到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这次呢，在会见纽森的时候，又加了一句“活力在地方”。李先生怎么看？这是中国对美新版的全方位外交吗？由于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啊，有比较多的在对华认识方面的一些偏见，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对美外交之中需要编织更为多元化的、紧密的连接的纽带，基础在民间，这就会有助于民间之间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形成一种客观的判断和认识，而希望在人民，这就表明中美之间的不同的群体啊，应当活络起来，应当走动起来，以便于推进以民带官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这种过程。全方位的对美外交，实际上呢是一个避免因为美国对华摇摆不定的这些政策而冲击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一个安全阀，它能够很有效的限制和防范美国在当前和未来出台更多不利于中美互惠关系形成的一些政策。中美之间的互动牵动着全球关注。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10月27号就表示，中美关系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解冻迹象，但显示双方之间还存在信任赤字。事实上，就在过去1个月内的时间里，美方虽然在一些涉华表态上有所改善，但行动上却相当分裂。10月17号，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更新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进一步严格对华人工智能相关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并将13家中国企业增列至出口管制实体清单。10月18号，美国财政部以为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项目提供支援为由，对中国香港和内地多家企业实施制裁。日日翻新的小动作显示出，尽管美方在积极寻求对华接触，但从未放弃打造科技小院高墙，对华经贸脱钩断裂。政治圈是分裂的，社会是分裂的。现在这个当家人就是拜登当局吧，掌控力非常的差，所以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有一部分美国人承认中国崛起，愿意跟中国合作。拜登政府呢也做了一些许诺，但是往往他做不到。因为他内部协调不好，他立场分歧，他控制力又很差，所以就每出现这个情况，他做了很多许诺，但都实现不了。然后说了一些好话，马上就有一些很恶毒话来对冲这就是一个现实吧。他内部是分歧的，然后他又没有协调能力，所以对中国的态度就是非常的矛盾。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的政策、矛盾的言论就很正常。
10月19号，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23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该报告罔顾事实、胡编乱造，运用似是而非的话术，歪曲解读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渲染炒作并不存在的中国军事威胁，妄加臆测中方在核、太空、网络等领域军力发展，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发布的这份中国军力报告还诬称，中方拒绝与美军方开展经常性双边军事交流和美国防部通话请求。美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防长扬言，遇到危机事件时，中美缺乏在短时间内进行沟通的习惯和联系渠道，中国对保持开放的军事沟通渠道缺乏兴趣。对此，中国国防部严正回应，不是事实。需要强调的是，沟通需要诚意，对话应有底线。美方一方面口口声声说需与中方开展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呢，却在胁迫中方接受美方的恶意挑衅。那么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正在北京举办的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中美双方就迎来了一次宝贵的交流机会。然而，代表美国防部出席相关论坛的是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邦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外界普遍认为卡莱斯级别较低，因为其不是政治任命的官员，对部门领导的影响有限，在政策制定和建议上话语权有限，更多是在执行层面落实决策。美方派出一位中层官员来进行中美两军工作层面的交流，说明美方对两军沟通没有足够的诚意，也与美方所宣称的与中国解放军保持积极主动沟通的形象不符。曾多次参与过香山论坛的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指出，对美方而言，香山论坛并非美国主场，美方派来的代表其目的并非是展开切实沟通，而是想要起到一个打探情况的作用。香山论坛是中国主导的安全论坛，那美国有他自己的，就是这个香格里拉峰会。另外在欧洲叫慕尼黑安全会议啊，那两会我都去过，特别是香格里拉会议我去了好几次。那是美国人掌控的，然后呢，每年讨论什么议题，请什么人来，谁发言，全是美国人控制的。我们行内吧，通常把香格里拉会议啊，新加坡的叫南香会。把北京这个香山论坛叫北香会。然后美国是这样啊，就是我得了解你谈什么，你是不是骂我？所以他每年都要派一个团，但是一来呢，级别就不高。他不是来加强合作的，他是来侦查你的情况的，知道吧？所以这样你就理解了吧？他一定会来，但是一定级别非常低的，这是一个常态。这一部分军方领导人呢，他是这么一个赌博，就觉得咱们中国呢脾气好，现在中国这个还在发展中，所以呢，尽管美国有一些动作，大概中国反应会比较节制啊，所以挑衅它没有什么风险。最近就是美国刺激菲律宾做事儿，然后菲律宾的军方是美国控制嘛，基本上都是他挑衅啊，我们是被迫反应啊。但是我的直觉是这样，就是只要美国不亲自下场，光是菲律宾在那闹吧，闹不大的，这一点我们应该讲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太紧张吧。新年以来，中美高层互动挺多的啊，我想双方都还是希望这个关系基本稳定吧。美国人现在是把我们当对手要整我们，但是他也不希望正面冲突，因为正面冲突他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啊。我们现在还是在发展阶段吧，是吧？我们发展中国家呢，所以我们是尽量避免冲突的。所以在避免冲突这一方面，双方是一致的，所以就要控制这个分歧。这个就是按照我们老话的说法叫斗而不破吧，这是我们那个总的方针。那么未来也是这样，有矛盾有竞争，但是保持沟通，然后做到斗而不破，这就是以后的常态。事实上，在北京举办的第10届香山论坛呢，就为中美两军进行磋商、进行沟通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机。可是呢，这次美方的参会代表卡莱斯级别也不算高吧，所以外界呢也有批评了，说美方的诚意不够。王先生怎么看？首先，美方在现在这个中美两国关系的议题当中，这个两军关系或者说这个军事安全关系是放得比较靠后的啊。包括我们最近看到美方的这个外交团队、经贸团队的这个高官啊，频频的这个跟中国的相关的方面进行互动，啊，表明呢，拜登政府他可能在对华政策方面，他更多的
有求于中国的，或者说希望中国合作的领域，可能是这个更多的是经贸啊，还有这个一些全球性的挑战啊。那么两军关系呢，可能是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想是不是反映出来啊？就像刚才吕教授也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他强化跟中国的沟通、对话、接触的话，是不是会限制他的某些行为，包括对我们的抵近侦察？因为我们肯定会提出来反对。那么他可能认为说，我跟你沟通半天，反而会限制我的这些行为，那还不如就就不要那么有诚意，对吧？这是第二个原因。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缺乏诚意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拜登政府他有国内政治的考量，他并不想让中美关系呢全方位的缓和，然后进而呢会被这个国内的政治对手，尤其共和党这个保守派、强硬派视为你在对华软弱。近段时间以来呢，在南海相关问题上，美方频频插手，唆使第三国不断挑事儿。日前呢，中国国防部已经严正告诫美方，在南海三停止。在中美关系出现止跌回稳势头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在南海加大教唆的力度？李先生，在中美关系整体的止跌企稳的过程之中美方试图向第三方盟国或者伙伴传递信号，不要因为中美两国关系在改善而使得他的盟友或者是伙伴来改善中美关系。他试图达成一个继续使盟友伙伴在美国相关亚太区域的布局中间更为美国充分的利用，展示出对华竞争中间所谓的这种战略价值。所以美在对华政策中现在看诚意不足，而其行动也表明他在对华政策所谈的要良性竞争的处理方面，坦率地说是不成功的，很明显是想把中美关系推向对抗。那么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对华竞争的战略，我们姑且称之为对华竞争，实际上它是三分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战略，美国人自己是怎么评估的？是觉得取得了成效洋洋自得呢，还是说美国人也逐渐的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行不通？那么如果最后发现现行的战略确实是行不通的话，美国会改弦更张吗？吕先生，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正面的一个进展，就是他们先是极力淡化，后来完全不提这个冲突了。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就是美国政府也认识到他的执政初期制定的这个三分法的这个战略，在跟中国打交道上会导致美国的自伤甚至叫自残一种自残行为。所以目前之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从去年底两国元首在巴厘岛的会晤已经确定了一个让两国关系摆脱谷底的走出谷底的一个大方针。尤其是最近这个像加州州长这种访问，它代表着美国内生的对良好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期待。你看加州州长纽森到中国来说的话，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其实并不是。在美国这样的声音始终是存在的，在我们在美国的访问的过程中始终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确，他们不敢说真的不敢说。美国现在处理好中美关系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但是需要一点勇气那么纽森就是这么一个多少有这么一些勇气的人，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下一步我们倒是可以期待这个民间也好，还是地方也好就是在这个层面，实际上鼓励中美关系向正常轨道重回正轨的这种声音。美国对华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这样的做法呢，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但客观而言，两国有很多的交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合作点是越来越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又该如何维护两国关系回暖的势头，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吕先生，中美两国已经深度的卷在一起所以这个利益是卷在一起的，挑战是卷在一起的。那么现在我觉得面对
全球挑战，尤其是像气候变化。这次这个加州州长来，这个态度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啊。他去比亚迪参观，那就是他意识到所谓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最后要落实到技术和产品的应用、这个开发、应用和推广上啊。所以现在我觉得中美在这方面啊，如果美方这个稍微转一转脑筋的话啊，那么中美是能够在这个方面全球挑战，当然这只是说的一个全球挑战，还有别的全球挑战，那双方是可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中美之间应当加强高层往来，从而更好的战略引领当前处在一个摇摆之中的一组重大关系。同时啊，中美之间需要最大限度地强化彼此在民间往来、地方和人民之间的交流沟通的管道，从而编织出来一个多维度共同利益不断深化的现实，从而避免美国在对华政策中间出更多的偏差，也有助于在美方形成对华更客观、理性、务实判断基础上，使中美关系的当前和未来行稳致远一些。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经验啊来看啊，一定要这个保持双方的这个高层的沟通对话，尤其是这个元首级别最高层的这种定向引领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其实是战略引领的作用。这个其实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的一个经验啊，最重要的经验。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让中美关系能够下沉到民间、下沉到社会，怎么样以合作来对冲竞争，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